孟锦云，毛泽东的生活秘书。194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她自幼就十分的漂亮、活泼，在跳舞上很有天分。1959年，12岁的孟锦云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共产党建政后，一直到文革中期，中南海每周举办舞会，最高级别的舞会在春藕斋，仅供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使用。平时周恩来和陈毅等国务院领导人的舞场设在紫光阁，开舞会自然要有舞伴。军队文工团里的人是最佳舞伴人选。空政文工团，北京军区占有文工团和铁道兵文工团的女演员，为春藕斋舞会的最高领导们伴舞。总政和海政文工团的文艺女兵则去紫光阁给国务院领导伴舞。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现在中南海已经不流行跳舞了。邓小平时代以后，只有3次新闻透露中南海休闲娱乐方式：一次透露赵紫阳喜欢打高尔夫球，一次透露张高丽喜欢打网球，还有一次习近平亲自透露自己每天游泳。1963年4月，还不满15岁的孟锦云，由于人长得漂亮，舞跳得好，被挑选进入中南海。去中南海的伴舞有几条组织纪律，在中南海里看到的、听到的都要保密，不得向首长提出任何个人要求。首长询问或指示要及时向领导汇报。进中南海不久，孟锦云就在舞池里见到了毛泽东。据孟锦云回忆，他站在那里，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那种痴狂不亚于现在歌迷对歌星的追捧。很快，毛泽东也发现了身材颀长、皮肤白皙、容貌秀丽的孟锦云。两人在跳舞中闲谈起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孟锦云学习舞蹈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是个性情中人，有兴趣的人他才会和你详谈。孟锦云每周都要去中南海出任务陪跳舞，每次都要和毛泽东跳上几支舞。和人套近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套关系，毛泽东也不例外。因为孟锦云是湖北人，毛泽东称孟锦云为半个小同乡。孟锦云和陪张高丽打网球的彭帅一样，就这样走进了中南海。主动承认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陈慧敏。在之前毛泽东的后宫佳丽陈慧敏中有详细讲述，陈慧敏和孟锦云是好朋友。1967年，孟锦云和陈慧敏、田岭这几个常去中南海跳舞的年轻漂亮女兵议论起毛泽东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像皇帝，有3宫6院。他们说自己妓女不像妓女，嫔妃不像嫔妃，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几个女孩私下的议论，毛泽东的另一个舞伴刘素元听到后，马上就给毛泽东打了小报告。孟锦云和陈慧敏、田岭他们很快就被打为反革命。孟锦云的反革命问题成为了1号问题，任何人不能打听，打听就是现行反革命。1968年3月9日傍晚，他被推上了小汽车，送进了监狱。1年之后，他又被送到西安大荔农场劳改，之后又被送到甘肃兰州一个军工厂劳动。几年来，孟锦云与世隔绝，与家人也失去了联系。唯一不变的是，他要定期给刘素元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1973年的一天，刘素元给他来了封信，说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考虑到他态度比较老实，所以提前解决他的问题。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把他送到了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涿县，在涿县只允许他依旧在空政歌舞团的哥哥嫂嫂去看望他。之后他被悄悄地送回了他的家乡湖北武汉，这才结束了5年监狱劳改生活。组织上决定恢复他的军籍，并补发了他几千元的工资，由武汉军区负责安排他的工作。很快25岁的孟锦云被分配到武汉一个军队医院做了护士。虽然经历了磨难，但天生丽质的孟锦云很快被人注意到了。医院的一名干部裴琼娶了她。恢复自由后，
孟锦云才知道和他同受审查的田玲已见过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讲起了自己。毛泽东同志很快发话，要解放孟锦云，这才有了提前解决他的问题。孟锦云于1975年5月在田玲的带领下再次走进了中南海。在获得张玉凤的同意后，孟锦云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和孟锦云谈笑风生。一向有恃无恐的张玉凤为什么同意孟锦云见毛泽东呢？此时的毛泽东风烛残年，而张玉凤早就厌倦了服侍这个糟老头，正要找个自己人来分担伺候人的工作。经历了社会毒打的孟锦云，此时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但孟锦云多了一个心眼，要求一定要为自己消除档案里的黑材料。1975年8月，由汪东兴转交给他一份空军政治部党委对于孟锦云同志的平反结论。在中国，不知有多少蒙受冤屈和迫害的人，为了得到一纸这样的平反结论而奔走呼号，上下求索，耗尽余生，甚至饮恨自戕。因为反革命这个帽子相当于社会死亡。1975年5月24日开始，孟锦云成了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从此，孟锦云像亲女儿一样精心服侍毛泽东。毛泽东有严重的白内障，身边很多人劝他做手术，但疑神疑鬼的毛泽东一概拒绝。他说嘴郎中无好药。长袖善舞的周恩来安排了几个眼科专家到杭州给毛泽东检查眼睛，并让他们跟随毛泽东赴中南海，在中南海一住就是几个月。据眼科医生唐由之回忆，他天天前往毛泽东住处，对毛泽东进行劝说，但毛泽东十分犹豫，经过孟锦云的劝说才最终同意。手术后的毛泽东恢复了视力，大喜过望。看到孟锦云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连衣裙，毛泽东说，这条裙子颜色不好，做一件玫瑰红的裙子，我出钱送给你。几天以后，孟锦云就穿上了洪都私人定制的玫瑰红裙子。之所以说私人定制，是因为这洪都服装大有来头。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把一批技艺精深的裁缝调到北京，专门为领导人做服装，不对外营业。别说普通人，就是省部级领导都很难穿上洪都服装。毛泽东大加夸赞，我就喜欢玫瑰红的裙子，好看。从此，孟锦云就经常穿着这件毛泽东送给她的红裙子。70年代末，玫瑰红连衣裙的光芒不亚于今天戴着鸽子蛋钻戒。和宫斗剧的剧情一样，深受皇上喜爱的嫔妃总是会遭到嫉恨。当然，一条裙子只是一个缩影。孟锦云刚开始到毛泽东身边，只是为他读报、讲故事，也做一些护理工作。但逐渐的，毛泽东让孟锦云念些文件给他听，甚至让他圈阅一些文件。机要秘书张玉凤自然内心醋意大发，他半开玩笑地对孟锦云说，小孟，你这个非党员还替主席圈阅党中央文件，你可真是党外布尔什维克。显然，孟锦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看中央的高层文件，更不能带毛泽东圈阅党中央重要文件，他也不甘示弱。不得不说，孟锦云虽然脸蛋生得漂亮，但头脑简单。他竟然要毛泽东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不是告诉天下人毛泽东和孟锦云有特殊关系吗？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孟锦云的要求。即便如此，孟锦云还是三番两次地为此事纠缠毛泽东，让毛泽东哭笑不得。但话又说回来，毛泽东就是喜欢这种头脑简单的女孩。张玉凤生了2胎之后，孟锦云看着张玉凤幸福的一家人，也想生孩子。孟锦云对张玉凤说，我都快30岁了，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自己想生孩子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奇怪的是还要别人传话给毛泽东，需要毛泽东同意。张玉凤把孟锦云的意思转达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回答，等我死了他再要吧。谁敢反抗毛泽东的旨意？这位给自己戴上反革命帽子，然后又给自己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大恩人，得罪得起吗？
与其说毛泽东是人民公仆，不如说他是一个皇帝。1975年8月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张玉凤、孟锦云、李陵诗在一起看电影《云中落绣鞋》。故事讲的是一个员外家的小姐不慎跌落后花园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搭救小姐，便将小姐许之为妻。两个青年同时要救小姐，商量好一个下去，一个在上面照应，把小姐救上来之后，听从小姐的意愿，她愿嫁给谁都可。一个青年就用筐拴上绳子，把另一个青年送到了井下。下去的青年看到小姐已奄奄一息，那青年赶紧把小姐放入筐内，就喊着让往上拉。井上的青年用力往上一把一把的拉，小姐终于就上来了。小姐虽然气息奄奄，但依旧美丽动人。井上青年一见小姐，哪里还管井下的那个青年，赶紧用一大石盖上井口，抱着就往员外家送。这个青年心里想，井下的那个小子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见，过不了多久就会闷死在井里，自己不就娶了小姐，成全美事。果然，那青年作为小姐的救命恩人，做了员外家的女婿。谁知那井底下的青年等着小姐上去之后，左等右等，不见放下筐来，而且不一会儿，自己头顶上的那一点点亮光也一下被盖住了，一片漆黑。他又呼又叫，不见反响。他又看看自己手中的那只绣花鞋，虽然井下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只鞋却闪着白光，他似乎又有了生的希望。原来这只鞋是小姐被往上拉的时候从脚上脱落，正落在这青年的手中。他小心地捧着这好看的绣花鞋，这可是他搭救小姐的见证啊！小姐与井上的那个青年以喜结良缘。一日，小姐忽作一梦，梦见她正在后花园里赏桂花之时，忽然从高高的天空中飘落下一只绣花鞋。这只鞋正落在小姐的脚下，小姐低头一看，这不正是自己丢失的那只鞋吗？自己正要去捡，鞋忽然不见了。在她面前站着一英俊青年，那青年向她诉说了如何救她的经过，说完之后就飘然而去。小姐从梦中醒来，左思右想，心中感到蹊跷，自己的一只绣花鞋确实至今未能寻见，莫非真如梦中那青年所言？一切真相大白，小姐有辅做主，赶走了那个狡猾的青年，许身那个死里逃生的青年。看完这部片子，毛泽东问张玉凤、孟锦云、李陵诗：“你们说这两个青年哪个好些？”李陵诗说：“当然是在井下的那个青年好了。”孟锦云说：“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毛泽东问张玉凤：“小张，你自然也和他们一样的看法了？”张玉凤回答：“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嘛要问这么个问题？”毛泽东哈哈大笑，语出惊人：“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面的青年更好些。”孟锦云问：“那为什么？”毛泽东回答道：“那个井下青年对问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他太愚蠢了，还是那个井上青年聪明。”张玉凤说：“他聪明，他太奸猾了，这种人太不老实。”毛泽东继续谈着自己的见解：“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是鲁迅先生的见解，我很同意。”孟锦云说：“那他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别人啊。”毛泽东答道：“只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看来他是太爱这个小姐了，这叫爱之心切，恨之心狠。”毛泽东还对《红与黑》中的于连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看他是有些胆大，却没有包天。他只敢在小桌下面摸夫人的手，还是夜晚没有人的时候。他到夫人的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便是胆大包天，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看那个夫人就是欣赏他的这个胆量。你说于连破坏了别人家庭，是幸福的就破坏不了，破坏了，
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我看于连是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对这些道德低下、不择手段的人大加赞赏。原因只有一个，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1976年4月21日，孟锦云读了一篇吉林陨石语的报道。毛泽东对孟锦云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大人物、名人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孟锦云问：“在大人物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毛泽东反问：“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正所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天不怕地不怕的毛泽东，此时也不得不相信天人相应。在毛泽东的最后几个月，孟锦云依然用心地照顾着毛泽东，但张玉凤早就忍受不了。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从1970年张玉凤调到中南海，那时毛泽东身体就每况愈下。张玉凤已经照顾了毛泽东6年。张玉凤在毛泽东晚年没少折磨毛泽东，骂毛泽东是家常便饭。毛泽东病卧在床，张玉凤要看电影录像，经常把给毛泽东鼻饲用的压力泵沿长线拔去，插他的影像设备。1976年9月8日晚，毛泽东对孟锦云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很难受，叫医生来。”接着昏迷，血压下降。9月9日，毛泽东走完了他的一生。如今的孟锦云曾任北海艺术学院服装艺术设计系服装表演与设计专业教师，非常低调地在北京生活着。应该说，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只是比起千千万万受害者，他要幸运得多。